不知道。一名男子姓骆，另一名男子姓慕容，也就是大周和大钱的开国皇帝。大周和大钱的开国皇帝一同来自无忧岛，一同打天下，然后一人统治一个大国。关于两位开国皇帝的传言有很多，例如他们本是一起打天下的，可一山容不得二虎，最后两人分道扬镳。又例如他们喜欢上同一个女子，因为那女子才闹得不欢而散。不过不论他们因何缘由分道扬镳，天下安定后，他们一同定下规矩，无论如何都不可攻打无忧岛。父王，无忧岛的人都这么厉害吗？所以啊，你现在还觉得史官对无忧国师的夸赞夸大其词了吗？一码归一码，无忧国师去世快200年，大量才覆灭。大钱和大周两位开国皇帝跟无忧国师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吧？你很不喜欢无忧国师？也没有不喜欢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就是看史书上面记载的，觉得他神乎乎的，不太实际。本王13岁去战场，当年太过年少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小心着了敌人的算计，差点没命。是路过的一位老者救了本王，那位老者便是来自无忧岛。因为本王伤得太重，他把本王带到无忧岛疗伤，本王就在无忧岛待了快2个月的时间。洛言，你觉得本王武功如何？很厉害。可本王原先并没有这般厉害，是那位老者给了本王一本武功秘籍，教导了本王武功。啊！短短2个月时间，本王受益终生啊！既然父王认识无忧岛的人，那父王当初的腿中毒站不起来了，为何不求助无忧岛？魏神医的医术就是在无忧岛学的，不过他并不是无忧岛的人。哦，这样啊。洛言，无忧岛对本王有恩，无忧岛的人不多，但个个都是武功高强、医术高超之辈。他们敬重无忧国师，在他们心中，无忧国师的地位甚至远超于2国皇帝，所以你也不可以对无忧国师不敬。我知道了，父王。本王曾问过那位老者，为什么要传授本王武艺，却不让本王拜他为师？他没有告诉本王。后来本王又问他，为什么让魏神医来给本王治腿，却又不要任何报酬？他这次告诉了本王，他说本王命格本该是极好的，贵不可言，一生顺遂，定能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，子孙绵延。可却因为小人作祟，改了本王的命格，本王会与妻子貌合神离，妻子和儿女会惨死，本王亦是如此。洛言心中一颤，这不就是原书中和洛昭前世发生的事吗？那位老者算的都是正确的。忽然想去见一见父王口中那位老者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来他是带着记忆胎穿而来的，能不能看出来洛昭是重生的。父王，我先走啦，你慢慢忙。本王会再写一封信到无忧岛，若无忧岛还是没有回信，等解决了镇北王，你和洛昭就跟本王一起去一趟无忧岛吧。好的，父王。出了云深院，洛烟正要回自己的院子，不料他刚走到半路，就被不知道在寒风里等了多久的洛昭给逮住了。哥，如果下雨了，你知道打伞回家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怎么在书房待那么长时间？我都等了你半天了。你等我不会去我院子里等我吗？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，你非要在外面等我？我虽然是你亲哥，但也是男子，你不在，我怎么能私自去你的院子里啊？这不合规矩。平常也没见你这么守规矩，而且你也可以回你的院子里等我，等我出了云深院了，让丫鬟去禀报你一声不就行了？我怎么知道你在云深院待了这么长时间呢？我是秦王府世子，要以身作则，不能再像以前那般无所顾忌了。有些规矩是要守着了。哥，
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允许你去我的院子里等我。哎呀，你在书房里又跟父王聊了什么呀？聊这么久？聊了前朝唯一的女将军宣威将军，还有无忧国师。哥，秋玉师傅跟我说了一个特别野的野史。他说宣威将军喜欢的不是男子，他喜欢的是无忧国师的妻子。啊，我这里也有一个野史，你要不要听？啊，什么？快说来听听。历史上无忧国师和他的妻子没有后代，宣威将军没有成亲，也没有后代。有人说无忧国师和他的妻子是明面上的夫妻，实则无忧国师的妻子和宣威将军暗地里在一起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刺激的吗？这个野史也太野了吧！你从哪儿听到的？在军营里听别人说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像无忧国师地位那般高的人，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和别人乱来呢？况且历史上无忧国师只有他妻子一个女人，没有妾室，这就说明他们夫妻很恩爱。我也觉得不太可能。哥，父王还跟我说了一件事。他简单的把刚刚在书房里和骆宽景的对话都复述了一遍。我也听说过无忧国师来自无忧岛，但没想到无忧岛是因为无忧国师而存在的。父王说等解决了镇北王，无忧岛还没有回信的话，就带我们去一趟无忧岛。多招点头，他没什么意见，甚至很期待见到那位老者，说不定就能知道他和洛烟为什么会重生回来。陛下，陛下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失了规矩。哎呦，老奴该死！但此事10万火急，陛下急报啊！汴州临县桃花村后山方才发生了大规模爆炸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桃花村爆炸？是，据800里加急回报，就在1刻钟前，桃花村后山方向忽然天摇地动，一声巨响后，整个山头都被炸平了，火光冲天呐！苏王听到王公公的话，身子猛地一颤，若是刚刚他没有及时回京，是不是就会被炸死了？山下村民们可有事？回陛下，山下村民们都无事，只是整个山头都被炸没了，山下的房子也几乎都倒塌。传朕旨意，禁军统领聂东率3000禁军立刻封锁桃花村方圆10里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。命大理寺卿陈昭禁军统领聂东立即带人勘察现场，给朕查。一道道旨意从皇帝口中发出，王公公不敢耽误，连忙点头应下。2个时辰后，聂统领终于带着人回来了。陛下，大理寺的人在山上勘察到了火药的踪迹，山头被炸平，露出一个巨大的密室，密室里有许多尸体骨骸，还有许多兵器。仵作现在正在勘察尸体数量。你的意思是有人偷了兵部的火药？属下不知。去叫兵部尚书和肃王进宫。是，陛下。哎呦，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，天大的冤枉！定国公，你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坐了多久了？回陛下，15年了。原来有15年了呀！为兵部做事1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在朕还没有查清楚桃花村火药一事之前，定国公就在府里待着，好好的休息休息吧。是，老臣遵旨。
定国公走后，肃王依旧不敢抬头，大气儿也不敢喘。行了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桃花村后山上的尸体数量已经出来了，是15000人，兵器长刀有……你说多少？15000人？是。朕还没有死，一个个的都开始觊觎朕的江山。陛下，大理寺卿程大人，兵部侍郎魏大人求见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叩见陛下。叩见陛下。可有查出来桃花村后山上的火药来源之处？回陛下，查出来了。臣和魏大人一起去了一趟桃花村的后山，魏大人发现山上火药是兵部最新制造的一批，威力巨大。后来臣又和魏大人去兵部查，这才发现那批火药丢失了一部分。陛下，兵部里的火药一直都是由禁军和兵部一起看管，此前臣并不知道火药丢失，去查了才发现火药丢失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若不是这次桃花村后山发生爆炸，兵部火药丢失，你们是不是永远就不会发现？盛怒之下的皇帝表情非常恐怖，一个个的都把他这个皇帝当成摆设。成王养私兵，肃王也不是个老实的，和定国公暗地里的小动作不间断。林王呢，更是个蠢货，竟敢和镇北王有来往。还有老十九，他竟然不声不响的从兵部把火药偷走，炸死了那些私兵。虽然那些私兵一旦被找到，他也不会留下他们，但用火药炸死，动静未免太过大了。他做事之前就不能考虑一下吗？哪怕是坐在轮椅上10几年了，性子还是这般的不沉稳。去查，给朕查这批火药到底是怎么丢失的。3日内，朕要知道真相。是，微臣领旨。过了几日，皇帝心中的愤怒已经慢慢平息下来，沉淀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。他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，看着魏大人和陈大人两人呈上来的证据，淡淡扫了一眼，眼神平静的像一潭深水，但却让跪在下面的2个大人更加心惊胆战。聂东，属下在。定国公身为朝廷命官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反而利欲熏心，盗取军中火器火药，其罪当诛。传朕旨意，即刻统领1000禁军，前往定国公府查抄家产，定国公府所有人打入天牢，10日后流放岭南。是，属下领旨。王德福，奴才在。苏王身为朕的皇子，大周亲王，却与定国公暗中勾结，私藏火药，真有异心。即刻起剥夺亲王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关进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是，奴才领旨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是。穆青，成王被囚禁，肃王现在也被囚禁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轮到本王了？穆青低着头不敢回话。哼，秦王不愧是秦王，手段了得。先是发现成王暗地里圈养私兵一事，把这件事透露给本王和肃王知晓，后找到可以置苏家于死地的账本，导致苏家被灭族，本王被牵连关在王府里。肃王抓到机会进宫禀报父皇，成王暗地里圈养私兵，因为证据确凿，成王被贬。只是秦王没料到那些私兵会突然消失不见，但这也给了他一个可以让肃王倒台的机会。定国公是兵部尚书，又是肃王的外祖父，多么好的机会啊！秦王只需要从兵部把火药给偷出来，不仅能炸死那些私兵，还能把偷火药的罪名安插在定国公和肃王身上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再也无法翻身了。秦王啊秦王，
你为了太子还真是呕心沥血，不惜暴露自己在兵部的势力，也要让肃王翻不了身。啊，这些事儿竟然都是秦王做的？除了秦王，还能有谁有这般大的本事？那陛下呢？陛下是否知晓？你以为父皇很蠢吗？连本王都能猜到，父皇怎么可能猜不到？他不过是任由秦王帮助太子罢了。本王错了，本王不该认为太子病重就忽视了他，哪怕太子有秦王支持，本王也没有太在意。最重要的是父皇的态度，没有父皇的默认，这些事秦王做的不会这么顺利。但在父皇心里，只有太子才是他的儿子，本王和成王，肃王不过是他的皇子而已。哪怕太子现在死了，本王也不会有机会上位。镇北王还有多久到京城？大概还需要半个月。半个月的时间啊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想要破此局，想对付太子和秦王，只能与镇北王合作了。希望镇北王不要让他失望。落雁，落雁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你快出来！哥，你进来。哎，好。哥，你最好有天大的事。当然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定国公府被抄家，10日后流放，肃王被剥夺亲王封号，和成王一块囚禁在宗人府。哇，这么快？是挺快的。现在京城啊，要安静一段时间了。哥，镇北王还有多长时间到京城啊？应该还需要半个月时间吧。定国公府的人10日后被流放岭南，路上会不会遇到镇北王一行人？定国公这个老狐狸可不是简单的，镇北王就更别说了。若是他们碰头了，不是什么好事。你说的有理，可是黄伯伯已经下令，旨意不可更改啊。圣旨不可更改，但前往岭南的路程可以更改。哥，咱们去找父王。云深院书房，听闻了洛烟的来意后，洛宽景勾唇微笑，眼里带着一丝骄傲。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洛烟竟然想到了，不愧是他的女儿。镇北王押着雁城知府回京，队伍会很大，所以他们走的是官道。定国公府一行人被流放岭北，目前官差还没有定下，本王可以安插几个官差到队伍里，到时候设计一点意外，让他们走这条路。这条路不是官道，甚至山上可能还会有劫匪。流放路上死个几个人是常有的事。定国公年纪大了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哇塞，父王你好厉害呀！这么快就想到了法子，太棒了！果然呀，认真搞事业的男人最帅了。哼，为什么洛烟就没有这么夸过我呢？这世间的事往往看似复杂，实则只需抓紧关键，便能迎刃而解。镇北王想必很快就会得知私兵全部被炸死一事。本王没有跟镇北王接触过，不过从他做的这些事来看，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。成王若真是他的亲生子，此次回京定会竭尽所有把他救下来。私兵没了，那么他的目光就会放在罗青山兵营上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本王可能不会经常待在王府。洛昭，若有人来寻本王，本王恰巧不在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我知道。不知不觉间，半个月时间悄然而过。这天是镇北王回京的日子，洛烟一早就和洛昭出府去京城里看热闹。什么镇北王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有什么厉害的？若是父王当年没有被算计中毒双腿残疾，如今大周朝最厉害的战神将军应该是父王才对。父王出名时才15岁，镇北王算什么？一个随时随地爱发情爱播种的糟老头子罢了。妹妹，这话你当着我的面说说也就得了，别跟别人乱说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。就在这时，街道尽头传来一阵整齐的马蹄声和脚步声。来了来了！洛烟听到声音，微微凑近窗户，抬眸望着街道尽头，只
只见一队身着黑色铠甲、手持长矛的禁军率先走来，步伐整齐，气势恢宏，场面十分壮观。百姓们纷纷鼓掌欢呼，声音震耳欲聋。镇北王端坐在马背上，银须如霜，却丝毫不显老态。这是洛烟第一次见到镇北王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哼，真是个帅老头啊，怪不得能勾引靖远侯夫人为他出轨生子，甚至还能勾引到宫中丽妃甘愿承担风险为他生下孩子。这第二个反应嘛，是这老登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，心机很深的样子。他们能赢吗？镇北王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抬眼，眼神凌厉如刀，直直射向洛烟。洛烟没想到镇北王突然看向自己，他眨了眨眼睛，朝镇北王勾唇一笑。镇北王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。哥，人看过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时雅间的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走了进来。什么人？是我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一直盯着秦王府，看到你们出来就一直跟在你们身后。你来找我们做什么？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找你们。哥，别紧张，听听他要说什么。慕容燕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就快说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你们秦王府是否要对付镇北王？你什么意思？不要着急否认，我知道的事情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多。桃花村后山那个兔子窝还记得吗？兔子窝里的那支箭是你放的。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想撒谎骗你，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现在不能告诉我？因为天机不可泄露。你再废话，我们就不奉陪了。郡主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成王身世有异，觉得他是镇北王的亲生儿子，镇北王支持的人是他？难道不是吗？确实是，但镇北王能敢和丽妃勾结生下成王，那为何不敢狸猫换太子呢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狸猫换太子？成王和洛廷义都不是皇室血脉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慕容燕摇头，这是他重生多次才知道的真相，自然是没证据的。那你怎么能确定？我可以确定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慕容燕，你说洛廷义不是皇室血脉，那你说他是谁的儿子？你不要告诉我他也是镇北王的儿子。你既然知道这么多秘密，那也应该知道裴梦婉是靖远侯夫人和镇北王亲生女儿这件事吧？不是。还好，不是这么的狗血。那他是谁的儿子？你们知道无忧岛吗？无忧岛？你什么意思？洛廷义的亲生父母是无忧岛的人？他的生母我不知道是谁，但他的生父我可以确定是无忧岛的人。不会吧？无忧岛？你刚刚说镇北王帮助洛廷义的生父狸猫换太子，换下了黄伯伯和皇后的亲生子，那镇北王为何会帮他？成王才是他的亲生子，他若是有野心，也该是助成王才对。我有两种猜测，要么洛廷义的生父是镇北王的主子，要么镇北王已死，如今的镇北王已经被替换成洛廷义的生父。洛言听罢，若有所思地咬了咬唇瓣。慕容燕这两点猜测都有可能。你更倾向于哪一点？慕容燕，你可以保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假话。镇北王不会无缘无故地放弃支持自己的儿子上位，若只是主子的话，以他的权势未必会如此不计代价，可若是他自己的话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但他们都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洛烟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我与郡主想的一致，如今的镇北王怕是早就不知在什么时候被调换了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么如今的镇北王就是假的，他是洛廷义的生父，
他那1万多个私兵看似是为成王养的，实则是为了洛廷义。他支持的皇子自始至终都是洛廷义。慕容燕，我在。有一点逻辑不太通顺。洛廷义在皇子中排行第2，成王排行第8，成王又是真正北王的亲生子。那么在洛廷义出生时，真正北王还没有死，还没有被假镇北王取代。那他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假镇北王去换孩子啊？对呀，真正北王怎么会帮着假镇北王换孩子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此事应该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慕容燕，不管怎样，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。郡主，你今日发间别的这只簪子真好看。喂，慕容燕，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世子，你之前说你和秦王会治好我的眼睛，有结果了吗？什么眼睛？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啊？没结果。既然世子没办法帮我，那就不要拦着我。慕容燕，你该知道你的身份。我是大前国9皇子，但这并不妨碍我要做的事。慕容燕，你的眼睛怎么了呀？郡主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的话吗？啊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郡主真的忘记了吗？啊？我真忘记了。你不知道，我这人吧，记性不是太好。该死！若不是慕容燕提醒，我就真的忘记了。慕容燕帮他找到血骨雪莲，他就答应他要对他好。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，他真的给忘记了。再加上星星姐姐说苗疆诅咒那件事，他对慕容燕就敬而远之，刻意的不去想他。郡主忘记了，我可以提醒郡主，我帮你找到血骨雪莲，你答应要对我好，郡主是要食言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我忘记了，抱歉啊，抱歉。所以郡主，我可以随时去秦王府找你吗？你想来就来呗，不用问我的意见。慕容燕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大前国皇子，若是私底下来秦王府被有心之人知道了，对你对我们秦王府都不利。只要我想，就不会让任何人发现。哼，还挺狂妄的。回府我就让父王把王府守卫多加一层。哼。云深院书房，洛宽景听着洛烟和洛昭2人的话，也不知皇兄知道了会是如何的愤怒。哼，慕容燕为何会知道这么多？谁知道他从哪儿知道的？慕容燕只有14岁，她是大前国送到大周的质子，一直生活在皇宫里。跟武功不同，武功她是跟上官不喜学的，可以解释。可她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连黄伯伯和父王都不知道的秘密呢？恐怕就连假镇北王都不知道慕容燕知道他的秘密。未卜先知，能掐会算，这些都不是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和洛昭一样，都是重生回来的。父王。洛烟目光炯炯地看着洛宽景，刚要开口告诉他，却猛然间顿住了。差点忘记了，父王不知道洛昭是重生的，他之前是以梦境的方式告诉父王一些事。他抿了抿唇，只能默默地闭上小嘴巴。但洛宽景只和罗烟对视了一眼，转瞬间就明白了过来。哼，慕容燕竟然也是重生回来的，还真是让人意外啊。只是有一点洛宽景有些不明白，慕容燕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他们？他是想要他们内斗，消耗掉他们的实力，然后他回大前夺权，再一举拿下大周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父王，慕容燕问我以后可不可以随时来秦王府，我答应了。慕容燕帮了我们很多，我没法拒绝。不，慕容燕的目的恐怕不只是大周，还有我的女儿。既然她想来，就让她来吧。等把这件事解决了，他再找机会和慕容燕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若是能谈得拢，那一切就皆大欢喜；若是谈不拢，他也不惧，他会重回战场。只要他不死，大周就不会败，他的女儿也不会被别有坏心的狼崽子给叼走。说说吧，
裴梦婉为何会死？父王恕罪，是我的错。我以为裴梦婉是陛下下令被关进大理寺，就不会出事，没有想到她还是出事了。你确实该死，请父王责罚。镇北王眼底的寒意更深，他气的不是裴梦婉死在大理寺，裴梦婉死不死的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女人罢了。他气的是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全部被炸死，他利用成王打掩护，耗费多年才养出来这1万多个私兵，却这么轻飘飘的被炸死了，他如何能不愤怒？萧度当然清楚镇北王真正在气什么，所以他没有狡辩，也不哀求，早点让惩罚结束，早点解脱。可令萧度疑惑的是，这次镇北王竟然没有惩罚他。起来吧，此事与你也没有关系。多谢父王。你在京城这么多年，可了解秦王？秦王双腿残疾10几年，很少外出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本王不是让你接触落阴吗？这么久了，一点用的消息都没有。哎呀，父王，您不在京城，不知道落阴十分的难缠。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一些毒药，中药之后会不停地流眼泪，哈哈大笑，身上也会痒得不行。我已经中药2回了。废物，不过区区一个女子，你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是，父王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下次一定想办法再去接触落阴。哼，最好如此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萧度恭敬应下，缓缓直起身离开。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镇北王有些不太对劲。若是从前他办事这般不利索，镇北王早就让人拿鞭子来教训他了。他今日已经做好了在床上躺1个月的准备了，可如今镇北王却只是口头骂他几句就让他走了。难道是因为现在这是在京城的镇北王府，所以他才不动手？王爷，世子说的不错，秦王这10几年来确实很少出府，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皇宫，无异常行踪。很少出府？哼，他不出府，他手底下的人却可以。大周皇室历代传下来的暗卫营，可是在他手里。您是怀疑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是秦王出手灭掉的？除了他还有谁？咱们这位陛下可不会用火药这么珍贵的东西去解决这些私兵。王爷，可需要属下去把白老请来？不必，把他请来，他也不会助本王。一群自命不凡的老东西，见到本王又要骂本王是乱臣贼子。是，属下明白了。等等。镇北王忽然摘掉脸上的易容面具，露出自己真正的面容，随后拿出一个龟甲和3枚铜钱。齐正见状，站在一旁安静下来。1刻钟后，镇北王凝视着面前的卦象，眉头拧成一条死结。还是这样。从去年10月份开始，他每一回卜算亲王府的事，都好像被人蒙住了双眼，卦象总是模糊不清，要么前后矛盾，要么只显表象，根本探不到深层的变数。起初他以为是距离京城太远，所以才会这样，可现在他已经回京了，卜算出的结果依旧如此。莫不是有人在刻意遮蔽天机？齐正，属下在。去把白老请来吧。是。哼，那个该死的小叛徒的信。白胡子老者没回他的话，待看完信，他抬手将素笺递向对面，神色依旧平静无波。这是请你去帮他夺权呢。白老头儿，我劝你莫要多管闲事。白毅已经判处了无忧岛，按照无忧岛的规矩，本该处死他。你几次3番的拦下来，已经令岛中很多人不满，也是因为岛主不在，
否则他们必定会让岛主连你一同处置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在发现白毅的野心，叛出了无忧岛后，我就准备动手亲自解决了这个叛徒，可岛主却把我拦了下来。岛主为何要拦住你杀叛徒？我也不知，岛主未曾告诉我。你没有偷偷卜算？我怕我刚拿出龟壳就被岛主发现了。说的也是，白毅不是第一个叛出无忧岛的人，从前那些被外面世界所迷惑叛出无忧岛的人都被追杀，为何岛主会放过白毅？白毅身上有什么特殊的？你还记得20年前岛主带回来的那位少年吗？记得，那人是大周朝的，好像还是个王爷。没错，他是大周朝秦王殿下。当年他出入战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小心着了敌人的算计，差点没命，是岛主救了他一命，还把他带到了岛上。按照岛上的规矩，我们不能私自插手两国之间的斗争，可岛主却救下了秦王，还亲自教他武功。岛主的想法我们向来都猜不透，但不论如何，他总不会害了无忧岛。他帮秦王，想来也是因为秦王有些特殊吧。前段时间我又收到了秦王府送来的信，秦王想请岛主解惑。解惑？解什么惑？我怎么知道秦王想要岛主解什么惑？不过我给秦王算了一卦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发现我怎么算都算不明白，就像被一层浓雾裹住了天机，不让我算。还有这回事？你这么说，我就有些好奇了。秦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很好奇，又给秦王算了一卦，还是算不出来。我就改换思路，算秦王妃。嘿，你猜怎么着？秦王妃和秦王一样，算不透。还有秦王府世子、秦王府郡主、秦王府所有人我都算不透。莫不是因为岛主？或许吧。白毅杀了大周朝镇北王，取而代之。秦王又是大周朝的王爷，岛主不让我杀白毅，或许是因为秦王。岛主离开无忧岛快有20年了，从秦王离开无忧岛，岛主就离开了。你说岛主去哪儿了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白毅杀了镇北王取代他，如今已经回京。秦王虽然厉害，但白毅也不是吃素的。若是他们真刀实枪的对上了，恐怕秦王会吃亏。那小叛徒给你送信了，你要去找他吗？他一般很少联系我，现在既然写了信给我，恐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。那我自然是要去的，否则怎么获得他的信任？况且我去了京城，还能看着点他，顺便保护秦王府的人。真是麻烦，也不知道岛主为什么非要留下白毅的命，一刀把他杀了不就得了？莫要质疑岛主的命令。我走后，若是秦王府又送了信到岛上，你就替我收起来，不用回信。那我能看吗？随你。行了，你可收拾东西走吧。不过等你到达京城，估计已经到除夕了。白毅这个叛徒是真没把你当回事儿啊！风餐露宿的，外面还下着雪，
他让你这么一大把年纪奔波，他也不怕你一不小心死在路上。哼，还好我收的弟子是个老实的，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。木偶，有没有人说过你这张嘴很欠打？哼，是吗？除了你，还真没人说过。洛昭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把我们都叫过来做什么？搞得神神秘秘的。是啊，世子，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今日宫宴上，我们会遇到一场刺杀。屋里几人听到洛昭的话，心头猛地一震，错愕不已地看着他。世子，刺杀是谁安排的？是我父王和太子殿下。这秦王和太子殿下安排刺杀，为什么？难道他们要造反，逼宫？那他听到这么大的秘密，会不会被人杀人灭口啊？表哥，殿下莫急，听世子继续说吧。你们不用着急，我父王和太子殿下安排刺杀，不是为了逼宫，是为了镇北王。我父王和太子怀疑镇北王和蛮夷部落通信，出卖大周，因此导致边境雁城被蛮夷部落夺走。雁城知府不过是他放出来的替罪羊罢了。不会吧，镇北王胆子这么大吗？秦王殿下和太子殿下没有证据证明镇北王通敌卖国，便想找出证据，可为何要安排刺杀呢？因为这场刺杀是针对太子，幕后凶手就是镇北王。纪兰慈愣了一下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太子这是要以身犯险。太子若是受伤，皇帝必定龙颜大怒，谋杀一国储君的罪名和通敌叛国也没什么区别了。我不同意，父王身体本就不好，若是再受伤，该怎么办？殿下，世子既然现在告诉我们了，那么秦王殿下和太子殿下想必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。您现在去找太子殿下也没用了，父王的身子会受不住的，不如让我来吧。皇祖父很喜欢我，我受伤，皇祖父也会很生气。哎呀，小晨晨，太子殿下是你亲生父亲，你觉得他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受伤吗？我父王不能看着我受伤，我也不能看着我父王受伤。洛尘，你是皇太孙，你未来要承担的是整个大周江山社稷，不能一直做温室里的花朵。你的身份特殊，注定不能像寻常子弟那样无忧无虑。君子之道你要学，权谋你也要学。肃王和成王虽然被贬为了庶人，但是灵王还在，他可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。东宫与灵王府和镇北王府注定是敌人，若你不能站起来，那么等待你的便是东宫覆灭。好，我同意。那成，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件事，还有一点，父王和太子发现肃王最近有很多小动作。肃王被贬为了庶人，关进宗人府里，但他曾经私底下培养了很多死士。被流放的定国公曾经是兵部尚书，武器和银子他们都不缺，这些死士只效忠他一个人。肃王打算趁着今日宫宴人多混杂，直接逼宫谋反。所以今日这场刺杀也有肃王安排的人。告诉你们这件事，是因为你们的武功内力都很厉害，我们需要你们保护好那些忠君的老臣们，莫要让肃王得逞。肃王他疯了吧？干嘛要作死逼宫？我父皇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黄伯伯是否知晓此事。那还不赶紧告诉我父皇？不行，不能告诉黄伯伯。若是告诉了黄伯伯，我父王和太子的计划怎么办？可那些无辜的人命怎么办？我父皇还有母妃的安危怎么办？你们是计划把刺杀的罪名安排在镇北王身上，可不能把我父皇和母妃的安危甩在一边啊！老十一，你是不是太小看黄伯伯，太高看肃王了？肃王手底下有死士，但皇宫里的禁军御林军也不是吃素的呀。肃王要是能伤到黄伯伯一根汗毛，我倒立吃屎给你看。被洛烟这么一说，洛萧心中的担忧着急之色倒是消了一些。几人又在上书房商议了一会儿，才一个接着一个离开。
不过在陆龟灵离开前，骆昭拦下了他。陆龟灵，你待会儿看着点洛尘，我怕他做没有必要的傻事。太子殿下和我父王的计划不能被破坏。我比你还了解殿下的性格，我会看好他的。好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这边看着纪兰慈等人都离开了上书房，洛言才慢吞吞地站起身。等一出门，才发现骆昭竟然没有等他一块儿离开。纵有望媚的直男哥哥，可恶！秦王的腿残废了10几年还未治好，太医院的太医实在是废物。本王在边境认识了一个神医，不知秦王可愿意让他给你诊断？本王的腿残废了10几年，太医院毫无办法。镇北王所说的神医当真如此厉害，比太医院的太医都厉害，是真能治呢，还是镇北王对本王另有所图？秦王这话倒像是在说本王故意拿神医一事戏耍你。神医的本事本王自然不会乱说，本王举荐他是念及秦王的本事，不愿见秦王困于轮椅10余年。怎么，本王的好心在秦王眼里倒成了别有所图啊？哼，镇北王何时这般好心了？你举荐的人来路不明，医术真假难辨，万一他不是治病，是害本王呢？秦王若怕，大可拒绝。只是太医院已然束手无策，秦王难道要一辈子困在这京城里，一辈子坐在轮椅上面，做个连起身都要旁人搀扶的废王？放肆！镇北王，你敢咒本王？哼，不敢，本王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本王没有理由害秦王，秦王这般拒绝，莫不是因为你的腿已经治好了？哼，真是个不好糊弄的老狐狸。镇北王，你身边真的有神医可以治我父王的腿吗？自然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他医术肯定非常的好，在民间肯定也很有名吧？哎，萧伯伯，不是我父王拒绝你，是这几年好多打着能为父王治腿的民间大夫来秦王府，可他们根本就治不好我父王的腿，都是一些江湖骗子。所以我父王听到你说神医，第一反应就觉得他也是个骗子。本王认识的神医医术自然做不了假，这一点你们大可以放心。萧伯伯，既然是神医，那肯定是很有名的吧？他是民间哪位神医呀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实在是我们被骗怕了呀。不如这样，你把神医的底细跟我们说说，我们去查。若是神医当真医术高超没有问题，那我们肯定是会同意神医检查父王的腿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等秦王府查清楚了再说吧。切，死老头子，老不死的东西，还敢逼迫父王！要不是怕把他给骂走了，待会儿的戏没有主角了，看我不对死你！皇上驾到！皇后娘娘驾到！臣等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。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，万万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传陛下口谕，宫宴开席。今日是除夕宫宴，无君臣之礼，诸位只管尽兴。这杯酒，镇静天下太平，敬诸位同心辅佐。谢皇上恩典。皇上恩典。哼，父王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儿臣本不想的，本不想走到这一步的。可若儿臣不这么做，就会老死在宗人府，无人在意，无人在乎。与其这般窝窝囊囊的死，不如拼一把。若是成了，他就是大周的皇帝；若是输了，也不过是一条命罢了。或许史书上还会记下他的光辉事迹，如此也不枉来人间一回。
主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丁柱那边，一旦找到机会，立刻动手。是。晨儿，你也跟着你母妃去跟你外祖父、外祖母说说话吧。母妃与外祖母说话，我去了会打扰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倔的？太子转头看向陆家的方向，和陆龟灵对视了3息，又很快收回视线。收到太子的命令，陆龟灵眼眸微扩，轻轻吐气一声。幸好陆家距离太子那边不算太远，如果发生什么，他也能及时去找洛尘。萧儿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，我没有不舒服啊。那你为何一直安静的在这里坐着不离开呢？母妃，我安安静静的在自己位置上坐着不好吗？夫子不是总说身为皇子要端庄稳重，不可喧哗打闹吗？唐贵妃斜睨他一眼，安安静静的坐着当然很好啊，可这性子根本就安静不了的小魔王突然乖巧，反倒让他心里发慌。母妃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现在就是想做个听话的好孩子。行，你是母妃的乖孩子，坐下吧。洛萧轻轻哼了一声，扭过脑袋看向秦王府那边的方向。怎么刺客还没有来啊？他都快要等不及了呢。宫宴上热闹非凡，但暗地里人潮涌动。一名身着水绿舞衣的舞姬出现在大殿中央，随着音乐莲步轻移，身形轻盈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起。好漂亮优美的舞蹈啊！就在这时，乐声陡然转急，台上的舞姿也变得凌冽起来。就在舞姬的水袖再次甩动时，2道寒光突然从袖中射出。有刺客，护驾！毒镖撞在殿柱上，整个宫殿里瞬间乱了起来。皇帝被聂统领保护在身后，脸色铁青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母妃，你快跟着父皇走。小儿，你疯了？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是要去给刺客送人头吗？母妃，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？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说着，他用力把唐贵妃的手挣脱开，一溜烟的跑没影了。小儿，快回来！嘿，不知道等会儿我杀了刺客，等事情结束后，父皇会不会奖励我？刀剑相击的铿锵声里，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，终于尝到了真正的凶险。镇北王在发现刺客出现的时候，心里也是一惊，第一反应是秦王搞出来的，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。秦王为什么要作死安排刺客呢？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。就算是为了太子，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安排刺客刺杀皇帝。小伯伯，我好害怕呀！长宁郡主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怎么不躲起来啊？你父王呢？洛言跑到他面前，扑过来想要抓住他的衣袖，可指尖却在即将触碰到他的衣物的瞬间微微顿了一下。长宁郡主，你父王呢？他为何不护着你？我不知道，方才太乱了，我找不到我父王了。小伯伯，你弄疼我了。就在他说话之际，一点点的毒粉从他的指尖落在了镇北王手中。刚刚他停顿的那一下，不是因为他后悔了，而是想让镇北王主动握住他的手腕。毒粉只能接触皮肤或者吸入鼻子里才有效，隔着衣服啊是没有效果的。这里太乱了，刀剑无眼，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洛言正愁怎么找机会离开呢，听到镇北王的这句话，都快要笑出声了，连忙提着裙子颠颠颠的跑了。镇北王立在原地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洛言仓皇离去的背影。在看到他左顾右盼，小心翼翼地爬进了一个桌子底下后，心中那点疑虑打消了一些。肃王似乎破罐子破摔了，根本就没有隐瞒自己容貌的想法，就这么提着剑明目张胆地出现在长乐宫中。肃王，刺客都是你派来的？肃王也没有否认，仰头大笑一声。然而等他笑了一半，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，臭得他忍不住干呕一声。镇北王，你武功高强，麾下10万大军，
你甘愿一辈子镇守边境吗？若你愿意帮助本王杀了他们，本王许你1半的江山。镇北王见状，眉头一皱，苏王是想要策反他，可策反他还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过这个条件很诱人啊，足以让任何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心动。骆廷伟，你竟敢逼宫谋反，想死不成？父王，是您不给儿臣一条活路，儿臣实在是没得办法，只有为自己搏出一条路。逆子，你当皇宫的御林军和禁军都是吃干饭的不成？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停手。如若不然，等援军到来，你必死无疑。儿臣当然知道他们的厉害，可儿臣既然敢带人逼宫，自然是有办法阻拦他们。父皇，你以为你们还能等到援军吗？你早就计划好了？是谁在帮你？父皇，是谁在帮儿臣还重要吗？皇帝脸色一变，抬起颤抖的手指着肃王，张了张嘴，却被气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从今日起，这江山该换人做了。父皇，停手吧，儿臣也不想再杀人了，毕竟等儿臣坐上了皇位，他们都是儿臣的臣子。放肆！镇北王，还不快把这个乱臣贼子给朕抓起来！镇北王闻言迟疑了3秒后，才动手朝肃王杀了过去。既然父皇依旧执迷不悟，那么儿臣也不必手下留情了。子士们得到吩咐，立刻拦住镇北王的进攻。又一场厮杀开始了。本王不是嗜杀之人，只要你们投降，本王就可以放过你们。逆子，你休想！朕的臣子岂会向你这反贼投降？降者，官复原职，既往不咎；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好样的！朕还真是养了个会咬人的狼崽子。郡主，你想去看戏吗？什么戏能有这场戏好看？关于林王府的戏。什么意思啊？说清楚点。慕容燕抬眸，视线精准无误地落在了林王府的方向。骆廷玉此刻正在和刺客厮杀，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，正是他们的老熟人骆羽。你想杀骆羽？哼，骆羽若是死了，你说镇北王会不会很愤怒？哼，那这出戏确实挺好看的。郡主，待会儿可能有些血腥，你敢看吗？你小看我了是不是？我当然敢看啦。慕容燕面露微笑，缓缓抬起手来，露出袖中的一个小巧的袖剑。陆烟惊讶，慕容燕可真够厉害的，一个他国质子能得到一把袖剑。想了想，他抓住他绑着袖剑的胳膊。怎么了？我们这里虽然没什么人比较隐蔽，但大殿上人太多了，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边。若是你杀了骆羽被发现了，禀报到黄伯伯那里，会有麻烦，到时候你该怎么藏住？郡主，你在关心我吗？谁关心你了？我只是怕你连累我。好，是我多心了，我换一个隐蔽的角落再动手，不会连累到郡主的。还行，你快去吧。好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珍儿别怕，父王在，父王没事。哎呦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受伤了！聂东，快速去给朕保护太子！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秋玉。秋玉轻轻应了一声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，在殿外放了个信号。信号刚放出去，还没1刻钟时间，被困在外面的禁军和御林军来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我们的人撑不住了！撤退，
去追，给朕追！别让那个逆子给朕跑了，哪怕是个尸体，也要给朕带回来。朕要让他为今日之举付出血的代价。是，陛下。传朕旨意，封锁整个皇宫，严查所有进出人员，务必将肃王以及其余党一网打尽。另外，即刻救治受伤的朝臣、侍卫与宫人，妥善处理死者后事。身旁的王公公连忙躬身领命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太医，快去救太子！太子的左肩被刺穿，流血不止，人已经陷入了昏迷。好在不是致命的伤，太医院院正医术高超，保住了太子的命。听到太子没有性命危险，皇帝也是松了口气，而后让太医院院正去给其他受伤的人诊治。半个时辰后，陛下，奴才查清楚了，死去的侍卫13人，1人重伤，13人轻伤。宫女死去3人，3人轻伤；太监死去2人，3人重伤，5人轻伤。朝中大臣们多数是轻伤，只有兵部左侍郎黄大人、年家老太爷、年家3老爷、叶家老太爷、张御史、礼部侍郎桂大人、平江侯世子及其夫人死在刺客手中，还有灵王府骆瑜少爷。骆瑜怎么死了？骆廷义这么废物的吗？连自己儿子都保护不了？是被刺客用剑刺穿了心脏。去告诉聂东，不把骆廷伟这个逆子抓回来，他就别回来了。是。玉儿，玉儿，痛吗？可洛昭的上辈子，父王也是这般痛的。什么狗屁男女主，不过是个阴暗扭曲的小偷罢了。洛言，父王叫我做什么呀？你做的。父王，你也太高看我了，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本王刚刚可是全部看到了，你与聊了一会儿。父王，你眼睛视力还挺好的哈，但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主动要去做的，我可没有指使他去做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不知道啊。骆昭看了看骆宽景，又看了看骆烟，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正想开口询问，哥，有什么事我们回王府再说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骆昭哦了一声，转头看向偏殿的方向，也不知道太子殿下怎么样了。太子殿下洪福齐天，不会有事的。晨光渐渐爬上宫墙，驱散了夜的阴霾，也照亮了殿内众人脸上的疲惫。诸位大人、夫人、小姐，逆贼已伏诛，陛下特令末将护送诸位出宫。闻言，众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等出宫回到王府后，镇北王立马让下人出去，他一个人待在书房里，拿出龟甲和铜钱开始卜算。突然，书房的门被猛地踹开。师傅！我呸！你还敢叫我师傅？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徒儿！你叛离无忧岛，若不是有我在，你早就被无忧岛追杀，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。师傅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错。我曾算过，天下会在10年内归一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天下归一。你还敢嘴硬？你既然算到了天下归一，那就该清楚，让天下一统之人并非是你白毅。你现在杀了镇北王取代他，搅动朝局，是想干什么？是想逆天改命，还是想让天下乱起来？为何不能是我？大秦国和大周国开国皇帝都是从无忧岛里出来的，我自问我的学识谋略并不比他们差分毫，为何他们能问鼎至尊，我就不能去争一争？你这孽障，无知狂妄！开国之君承天命，顺民心，是救万民于水火，而非凭一己之念搅动战乱。
你当为何当年乱世1年后他们才出现？若不是因为当时各路诸侯没有一个是明君，他们不把百姓当回事，只想抢夺地盘，让百姓们流离失所，没有活路，易子而食啊！你只看到他们的荣耀，却不见天下一统前的尸山血海。你若依旧这么执迷不悟，逆天而行，将来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师父，你不必多说了，我只是离开了无忧岛，没有把无忧岛的事告诉外人，没有把自己在无忧岛学到的本事交给外人，岛主不会对我动手的。你要争，便去争吧。只是白毅，天命不可逆，民心不可违。他日若真走到山穷水尽，莫要怨当年无人劝你。师父可愿帮我？帮你？白毅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叛逃无忧岛，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师父误会了，我没让你叛逃无忧岛，我是想让师父帮我算一卦。你想让我帮你算谁？秦王。白毅，你要清楚，我不可能叛离无忧岛，也不可能帮你夺天下。你别想让我帮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师父，你就帮徒儿这一次，就当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帮我一回吧。若不是看在你我师徒多年的份上，我会拦住无忧岛对你的追杀，保住你一条命。只要您肯出手，待我成功，必尊您为护国神师，享万世香火。护国神师，万世香火，你想的可真够美的，我不会帮你的。白毅，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，你的这条路注定不会成功，现在回头还能留下一条命。师父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劝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王爷，白老他……我已经料到师父不会帮我，他帮了我，就意味着背叛无忧岛。可秦王府那边该怎么办呢？无妨，不过是一双腿残废的废人罢了。可王爷不是说失踪的魏神医在给秦王治腿吗？秦王的腿哪怕治好了，也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，如何能与本王相提并论？既然试探不出来魏神医是否在给秦王治腿，那就派人去秦王府探个究竟。秦王总不会在自己府里也装模作样吧？是。等等，秦王府守卫森严，若是去不了秦王的住处，就去王府里查一查魏神医，看看他在不在秦王府。若是看到了魏神医，就把他抓回来。是。